Are you ready to learn some real-life Chinese with comprehensible input? Today's question might surprise you. Look at the 3,000 RMB job, about $400 per month, and look how many people are applying for this. You might think it's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in China, or they don't have the right skills, or the high-paying jobs are just too exhausting. But what if I told you it's not that simple? There are 3 eye-opening reasons behind this. And also, you will pick up some daily use expression and vocabulary in this video. Let's dive in. Hi,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iselle。今天我们来聊为什么400刀的工作这么抢手。爸爸妈妈比较喜欢，因为你没有经验，什么也不懂。因为劳动力不是过剩嘛，对吧？自己选的，你这在哪里你也得走完了。现在我在一个招聘会，招聘，很多人来招聘，也有很多人来找工作。3500一个月，4000一个月左右，3000到5000一个月，一般就是3000块钱了。这个工资高一点，能有7000往上。很多技术类的工作，需要技术的工作，或者销售的工作，工资会高一些，工资会多一些。哎呀呀，我们的老师是男团1号的，10年舞蹈，你唱歌也行，哎，我会弹琴可以吗？哎，行啊，这是弹琴也可以啊。但是男团不应该让他们跳舞的。哎呀，我跟你说，只要你有才艺，你不管你什么才艺，我都要的，对不对？为什么工资这么低，还有这么多人来找工作、来投简历呢？您大概看到一些多少薪资的工作，月薪几千的？我看大概7、8，然后到7、8K 吧。7、8K，这个应该还算可以的了啊。我主要之前有点竞赛啊，然后有一点实验室的经历吧。您今天过来是看了一些多少薪资的工作啊？6000加。6000多。对，起步。是的。方便问一下您年龄吗？要是不想说没关系。没事，我24岁。啊，你24岁？对。你这么小吗？我也24岁。6000加的话，你是程序员？是的。那你其实属于是有技术的。刚刚愿意接受采访的人，他们都有一定的技术，他们还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其实更多人他们没有技术，他们的专业不太热门，不太受欢迎。比如说历史专业、管理学专业，还有艺术类的专业，大部分的文科专业找工作不好找。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工资低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吗？工资低的工作一般是比较稳定的，文员之类的。可能你会找到一份离家近的工作，对家庭的照顾会更多的。中国人还是很看重家庭的。是的。问一下，您觉得工资低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吗？比较闲，因为刚开始你肯定工资比较低嘛，因为你没有经验，什么也不懂，就给你很大的空间你去学习，然后跟别人的脚步嘛，多学习。问一下，你觉得工资低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吗？那肯定是轻松吧。你定义的工资低是怎么个范围？可能3000、5000，6000左右可能都算。对，但是目前这个就业市场感觉，好像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其实，那也没办法。方便问一下同学，你是什么专业吗？
金融，因为劳动力不是过剩嘛，对吧？那不是都给这个市场出清掉了，这个价格的话已经所以你可能会想，哦，明白了，是因为中国人太多了，或者他们刚毕业出来，专业不对口，专业不太热门，或者他们想轻松一点，不想有太大的压力，所以选择工资低的工作。这确实是一部分原因，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说的。因为很多人即便能选工资高的工作，也会去做3000、5000的工作。为什么呢？在中国有一件很流行的事，是考公，就是考公务员。年轻人参加考试，通过这个考试就可以去政府工作，成为公务员。考公，在中国我们叫这种工作铁饭碗。铁就是 iron， 饭碗就是 rice bowl。 铁饭碗的工作就是你永远也不会失业，非常稳定的工作。现在我和我的朋友芳芳，我们去一家自习室，我们去看看那里在准备考公的同学。芳芳，你身边有考公务员的朋友吗？我身边有考公务员的朋友，工资比较低，但是比较稳定。对，确实很稳定。可能大部分的城市，咱们不说像杭州这种大城市会好一点，更多的城市都是3000、5000，对吧？是的，3000块钱的铁饭碗，但是很多人还要抢着去做。对，因为这份工作比较稳定，不用担心35岁失业。公务员的话，他可以一直在政府里面工作，一辈子。是的，只要你没有犯很大的错误，然后地位比较高，因为在政府里面工作是政府的人员，所以社会地位高，有面子。家人会是的喜欢，因为传统的家庭，爸爸妈妈会比较喜欢，福利比较完善，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身边的同学的话，有3个人考公，有1个人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放弃了。有2个同学他们都考上了，他们就准备了1年就考上了。如果你的大学一般的话，能力一般的话，要准备很多年，竞争很大，竞争很激烈。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稳定。现在我到了另一个地方，我们去看看。我进来了，这里是一个培训机构，培训技术的机构，有点像学校，但不是真的学校，要收钱的机构。这个培训机构，这里面的学生都在学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就是 AI， 这些是中国目前最热门的行业，最受欢迎的行业。这面墙上都是这儿的学生，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学生。这是他们之前的工资，之前是4000元人民币一个月，然后变成1万元。在学习了这样的技术以后，再比如这个学生，他是学的 AIGC， 学之前是5000元一个月，学完以后是12000元人民币一个月。如果你学会这些技能，你能赚到很多钱，你的工资可能会达到15000甚至3万元人民币一个月都有可能。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工作不稳定，技术变化很快，你必须不停地学东西。很多人也担心 AI 取代他们的工作。这些教室里都是来学习技术的学生。就像大学一样，这些学生都是成年人，他们有的可能刚毕业，有的可能毕业几年了。因为现在不好找工作，大家选择学一门新的技术，能够赚到更多钱。可能原来的专业不太好，现在选择新的专业，能够让工资变得更多。自己选的，你这再咋的，你不也得走完了吗？现在就没有风险的工作，就现在公务员都不一定是铁饭碗。那你像以前教师啥的都属于铁饭碗，现在也都不是了。那你大概一天会花多长时间学习这个技术呢？基本上就晚上9点多之后，有的时候1-2点钟。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选择学这个技术？你感觉有风险吗？你都不是考公啊，他咋会是公务员那样那么稳定啊？工资还是比较高，是吧？比公务员高。比公务员会高很多。你现在大概一天会花多长时间来学这个技术？我？那我的话，24个小时，大概就是有10几个小时吧。一天吗？啊。那你周末休息吗？不休息啊。那你在学这个技术之前，你是什么专业啊？我是建筑啊。现在房地产就是行业不太好，所以对啊，会转专业。我为建筑代言，都去学建筑，谢谢。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学建筑。哎，我那只是为了给我的建筑锦上添花而已。现在你可以看到2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工资低但是很稳定的工作，比如做政府的工作，做文员工作。你不会挣到很多钱，但你会很稳定，你不会失业，不会没有工作，你的父母，你的爸爸妈妈会很高兴。第二个选择，高薪，很高的薪水，很多钱。这样的工作可能是技术工作，或者销售，就是卖东西，销售工作。不过压力会很大，你需要一直学习，不断学习，避免被淘汰。哪一个更好呢？没有正确答案，这看你想要什么。那么有多少人选择稳定的工作呢？在中国，每年有几百万人参加公务员考试，但是
只录取几万人，竞争的比例是1比100，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能当上公务员，但还是有这么多人参加考试。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稳定的工作很受欢迎。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喜欢稳定，不喜欢高薪呢？我觉得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家庭的期望。在中国文化里，家庭非常重要。你的父母希望你找稳定的工作，他们不希望你去冒险。第2个原因，经济的压力。在中国的大城市，如果你失业了，就是没有工作了，你的生活会很困难，很难。所以很多人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总比没有工作要好。第3个原因，社会地位。在中国做政府工作，做老师很受人尊敬，人们会很尊敬你，很尊重你，你的家人也会觉得很骄傲。但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机会。就像以前我们可能会问爸爸妈妈说，你们那个时代房地产那么好，下海经商那么好，为什么你们没有抓住机会赚大钱？以后可能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他们也会问我们爸爸妈妈，你们那个时代，对吧？短视频、直播带货、AI 那么多风口，随便抓住一个你都能赚大钱，你为什么没有赚大钱？其实只是不同的选择。有的人喜欢风浪越大鱼越贵，但是也可能摔得很惨。有的人就希望平平安安过完一生。那么你呢？你做了什么选择？你会改变吗？ So that's why 3,000 RMB jobs are still competitive in China. It's not just about salary. It's about skill, stability, family expectations, and economic reality. And remember, every era has its own opportunities. The question is, what will you choose?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 what choice have you made in your life. Will you change it? And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